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，绝对让你听完后直呼我不能接受，太真实了吧。这个故事关于一对跨海峡恋情的男女，他们的婚事却因为彩礼问题闹得不可开交。台湾女婿和山西煤老板家女儿的爱情，怎么就被彩礼这事儿给搞砸了呢？不过最后的反转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。话说阿红是台湾台北人，在知名科技公司上班，年薪破100万新台币，工作稳定，人又顾家，属于台湾女孩心目中的好男人标准配置。30出头的年纪，父母早就催婚催得不行，可偏偏阿红眼光高，一直没遇到心仪的对象。机缘巧合下，公司安排阿红去山西出差，负责与当地一家煤矿企业的技术合作。就是在这次出差中，他认识了煤矿老板的女儿小雪。小雪是个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在国外读了硕士，回国后在父亲的公司帮忙。别看是富二代，小雪却一点都不娇气，为人处事大方得体，谈吐不凡。阿红第一眼看到小雪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住了。阿红的好友后来告诉我，他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优秀又不做作的女生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坠入爱河。阿红频繁往返于台湾和山西之间，热恋持续了大半年后，两人决定共结连理。本以为这会儿是一段美满的跨海峡姻缘，谁知道在谈及结婚细节时，问题出现了。身为煤老板的未来岳父，开口就是300万彩礼不能少，还要求房子车子全都备齐。按他的话说，咱闺女嫁出去不能让人看不起，这可把阿红给懵了。在台湾，结婚哪有这么多讲究？虽然也有聘金的传统，但金额通常象征性的，大多数家庭就是几万到10几万新台币，折合人民币也就几千到1-2万。像阿红这样的家庭，最多给个5万人民币左右的聘金，已经算是相当大方了。更何况在台湾现代婚姻中，很多人连这个形式都省了，双方父母互相送些礼品，意思一下就好。哪有动辄几百万的彩礼啊？你们台湾人是不是太小气了？小雪妈妈毫不客气地说，我们山西这边，煤老板的女儿随随便便嫁，没有个300-500万，都不好意思跟亲戚们交代。阿红试图解释，伯母，不是我小气，在台湾，我们结婚注重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未来规划，不是靠彩礼来衡量的。300万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，我宁愿把这钱用在买房子或者投资我们的未来。小雪妈妈听后更加不满，这不是天价，是尊严。你要娶我女儿，就得拿出诚意来。我们家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拿不出这个钱，怎么让亲戚们看得起你？怎么让我女儿在娘家有面子？这下可把阿红为难坏了。在她的观念里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最重要的是两人感情和未来生活，哪有靠彩礼来证明爱情的道理？而在小雪家人看来，高额彩礼不仅是传统，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，是对女儿身价的肯定。这完全是2种不同的婚恋文化在碰撞啊！小雪夹在中间也很为难，她理解父母的立场，但也心疼阿红。其实阿红条件真的很好，小雪私下跟我说，在台湾算是高薪阶层了，家里也有房有车，只是台湾人不习惯这种高额彩礼的方式。说到这儿，我就不得不给大家分析一下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了。很多大陆人对台湾有误解，总觉得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其实不然。台湾的人均 GDP 长期位居亚洲前列，社会福利完善，医疗保险覆盖全民，生活品质相当高。台湾人结婚讲求的是务实，注重2个人能否长久相处，能否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在台湾社会，男方家庭会送聘金，但金额通常不高，主要是表达心意。女方家庭则会准备嫁妆，可能包括一些家具、床上用品或生活必需品，有时还会陪嫁一些金饰或财物。而在大陆，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但传统观念仍然浓厚的地区，彩礼成了婚姻的入场券，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的彩礼，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。这种高额彩礼，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延续，另一方面也是地位的象征和家族面子的体现。小雪的父母作为成功的煤老板，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，他们担心女儿嫁给一个拿不出彩礼的台湾男子会被亲友看不起，也会影响家族的面子。
阿红虽然在台湾生活优渥，但面对这种文化差异，确实很难一下子接受。她跟我说，我不是付不起这笔钱，而是觉得这种做法很奇怪。在我们那里，爱一个人是用心经营生活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这种文化差异的冲突，在跨区域婚姻中实在太常见了。许多台湾男生娶大陆女孩时，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。台湾男生觉得我条件这么好，干嘛还要给那么多彩礼？而大陆女方家庭则认为不给彩礼，怎么证明你是真心的？双方的僵持不下，让小雪很是心烦。她私下找我倾诉，丽姐，我真的很爱阿红，但我也理解父母的立场。在我们这边，彩礼高低确实关系到一个女孩的身价和家族面子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小雪，两地的婚恋文化确实有很大差异，但真正重要的是你和阿红的感情。如果你们真心相爱，就应该一起面对这个问题，而不是让它成为阻碍。小雪听后若有所思，决定找阿红好好谈一谈。阿红虽然不理解这种高额彩礼的传统，但她确实很爱小雪。为了表达诚意，她决定回台湾和家人商量此事。爸妈，我想和小雪结婚，但她家要300万彩礼。阿红一回到台北，就向父母坦白了情况。阿红父母直接傻眼了，300万，这是什么天价彩礼？阿红妈妈惊呼，我们当年结婚，你爸连1万块都没给我家。阿红爸爸更是直摇头，这不是爱情，这是买卖。我们台湾人不兴这一套，他家是什么来头，开口就要这么多？爸，人家是山西的煤老板，家里很有钱的。阿红解释道，那他们有钱，为什么还要你的钱？阿红妈妈不解地问，这不是更说不通了吗？阿红苦笑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是面子和传统。在那边，彩礼高低代表女方的身价和男方的诚意。阿红爸爸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，儿子，你真的爱这个姑娘吗？真的爱，爸，她很独立，很有想法，也很体贴。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合拍的人。阿红坚定地回答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阿红叹了口气，我存款有100多万，公司股票也值不少钱，凑一凑应该能拿出这笔钱，就是以后买房子可能要晚几年了。阿红妈妈心疼地说，傻孩子，值得吗？妈，我觉得小雪值得，而且我相信她嫁给我不是为了这笔彩礼，这只是他们那边的传统罢了。看到儿子如此坚定，阿红父母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阿红爸爸拍拍儿子的肩膀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和你妈支持你，我们可以拿出100万帮你，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。阿红感动不已，谢谢爸妈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就这样，阿红东拼西凑，总算凑齐了300万彩礼。他特意选了个黄道吉日，带着父母和亲友正式去山西提亲。小雪一家见阿红真的带着彩礼来了，态度立刻和蔼了许多。小雪爸爸笑呵呵地说，好女婿，有诚意，今天我们就把婚事定下来。小雪妈妈也满意的点头，看来台湾女婿还是懂规矩的嘛。订婚宴上，阿红按照山西当地的传统，向小雪父母敬酒，递上彩礼红包，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，但阿红心里总觉得怪怪的。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婚姻是爱情的结晶，不是交易，如今却不得不按照一套她不理解的规则行事。宴席间，阿红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小雪家亲戚们在谈论彩礼时，语气中带着一种炫耀和攀比。听说李家闺女彩礼才200万呢，王老板女儿嫁给北京那个好像是500万。阿红这才明白，原来在这里，彩礼高低不仅是传统，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。小雪家要面子，自然希望女儿的彩礼能让亲友刮目相看。回到宾馆后，阿红和小雪谈起了这事。我终于理解你父母为什么那么看重彩礼了。阿红说，但我希望你知道，我给这笔钱不是因为传统，而是因为我爱你，愿意尊重你家的习俗。小雪感动地抱住阿红，我知道，在台湾没有这种传统，你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谢谢你的理解和包容。两人相拥而泣，感情更加深厚。订婚后，两人开始筹备婚礼。按照计划，他们将在山西和台湾各办一场婚宴，满足两边的亲友。就在这时，阿红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。一天，阿红去小雪公司找她，却听到小雪和她妈妈在办公室里争执。妈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彩礼会全部归还给阿红，用作我们的婚后生活。
小雪激动地说，女儿啊，话是这么说，但你也知道最近公司资金周转有点困难。小雪妈妈吞吞吐吐，所以你们是打算挪用这笔钱？小雪声音提高了8度，那可是阿红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啊。什么叫挪用？那是你的彩礼，按理说本来就该归你娘家支配，我们只是暂时借用一下，以后肯定会还的。小雪气得直跺脚，妈，你知道阿红为了凑这笔钱有多辛苦吗？她卖掉了珍藏多年的收藏品，还向公司预支了1年的奖金。她本来计划买房子的钱也都拿出来了，那又怎样？台湾人不是很有钱吗？他们家条件那么好，出这点钱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小雪妈妈满不在乎地说，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台湾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人人都很富有。阿红家只是普通的中产阶级，他们靠的是勤劳和节俭，不像我们家有矿。小雪急得快哭出来了。阿红站在门外，听得心凉半截。原来小雪家根本没打算把彩礼用在他们的婚后生活上，而是准备私自挪用。但另一方面，她也感动于小雪如此维护她，看来小雪确实是真心爱她的，只是被家庭传统所束缚。这一刻，阿红决定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个彩礼问题，同时也让小雪家人真正接纳她这个台湾女婿。阿红没有立即冲进办公室质问，而是悄悄离开了。她需要时间思考该怎么处理这件事。回到宾馆，阿红辗转难眠，她不禁思考，台湾和大陆的婚恋文化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？为什么本应是喜事的婚礼，却变成了一场关于金钱的拉锯战？第二天，阿红决定先不告诉小雪自己听到的对话，而是去拜访小雪的父亲。叔叔，有时间吗？我想和您单独聊聊。阿红礼貌地问道。小雪爸爸有些诧异，但还是点头同意了。两人来到煤矿公司的会客室。叔叔，我想更了解您的事业。阿红开门见山。小雪爸爸眉头一挑，怎么突然对煤矿感兴趣了？阿红微笑道，我想了解未来岳父的事业，也是对小雪家庭的尊重。况且我在台湾从事科技产业，或许能为您的企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。听阿红这么说，小雪爸爸来了兴趣，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煤矿生意。通过交谈，阿红了解到，尽管小雪家表面风光，但近年来因为环保政策收紧，煤炭行业不景气，公司确实面临一些资金周转问题。您有没有考虑过转型？阿红问道。我所在的公司有一套环保节能技术，或许能帮助您的煤矿降低排放，提高效益。小雪爸爸来了精神，真的？那可太好了。你知道的，现在环保要求越来越严，我们这些传统企业压力很大。就这样，两人从商业合作聊到人生理想，从企业管理聊到家庭责任。阿红的真诚和见识逐渐赢得了小雪爸爸的好感。临走时，阿红郑重地说，叔叔，我真心爱小雪，不是因为您家的财富。事实上，在台湾，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和您想象的不一样。怎么讲？小雪爸爸好奇地问。台湾社会很发达，但我们注重的是生活品质，而不是表面的富贵。阿红解释道，我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胜在踏实稳定。我能给小雪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和持久的爱，而不是豪宅名车。小雪爸爸若有所思，你是个诚实的年轻人，我欣赏这一点。谈话结束后，阿红又去拜访了几位小雪的亲戚。他没有炫耀自己的财力，而是真诚地表达了对小雪的爱，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。他的谦虚和真诚给小雪的亲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周后，阿红终于找到机会和小雪坦白，我听到了你和妈妈的对话，关于彩礼的事。小雪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阿红，我能解释。阿红握住他的手，不用解释，我明白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只想知道，你嫁给我是因为爱我，还是因为别的原因？小雪眼中噙满泪水，当然是因为爱你。彩礼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人解释我们台湾和大陆的不同，那就够了。阿红轻声说，其他的事交给我来处理。第二天，阿红正式邀请小雪全家人吃饭。席间，他彬彬有礼地说，叔叔阿姨，关于彩礼的事，我有个提议。全桌人立刻安静下来，等着听这个台湾女婿要说什么。这300万彩礼，我建议用来成立一个小型基金，专门用于我和小雪未来的生活，以及双方家庭的紧急需求。
阿红平静地说，这笔钱不属于任何一方，而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家庭。小雪父母如有资金需求，可以从中借用，但需要有明确的还款计划。这个提议既尊重了山西的彩礼传统，又体现了台湾人务实的一面。更重要的是，避免了金钱可能带来的家庭矛盾。小雪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拍案而起，好，这个主意好，比起把钱糊里糊涂的交给谁，这样更有规划性。小雪妈妈却有些尴尬，这不合规矩吧？彩礼自古以来都是给女方家的。阿红微笑道，阿姨，时代在变，婚姻的意义也在变。在台湾，我们注重的是两个家庭的融合，而不只是一方付出，一方索取。小雪适时插话，妈，阿红是真心为我们以后着想。你想想，如果这笔钱用在煤矿上，万一生意有风险，岂不是打水漂了？这样至少能保障我的未来。小雪妈妈无言以对。饭后，小雪妈妈把阿红单独叫到一边，女婿，你都知道了吧？关于我想用彩礼救企业的事，阿红点点头。我不是反对帮助您，而是希望一切都透明化、有规划的进行。小雪妈妈突然红了眼眶。我原本以为台湾人都很现实，只会算计，没想到你比我们还明事理，是我错怪你了。说着，小雪妈妈竟然当场向阿红鞠躬道歉，对不起，女婿。我不该狮子大开口要天价彩礼，更不该打那笔钱的主意。我被钱迷了心窍，差点毁了女儿的幸福。阿红连忙扶起丈母娘，阿姨，您别这样，我理解您的难处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有困难一起面对就是。这一刻，小雪妈妈眼中的泪水终于决堤而出，她抱住阿红痛哭起来，好女婿啊，小雪嫁给你，值了。婚礼如期举行，先在山西办了一场隆重的中式婚礼，满足了小雪家的面子需求。然后又去台湾举行了一场简约而温馨的西式婚礼，体现了阿红家的生活理念。两场截然不同风格的婚礼，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两地不同的婚恋文化，却因为新人真挚的爱情而完美融合。婚后，阿红通过自己的人脉，帮助岳父的煤矿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环保技术，使企业走出困境，迎来了新的发展。小雪妈妈彻底改变了对台湾女婿的偏见，逢人便夸，我女婿虽然是台湾人，但比我们还懂事。至于那笔彩礼，却是按照阿红的提议成立了家庭基金，由小雪专门管理。后来岳父的企业好转后，不仅归还了借用的资金，还主动向基金中注入了更多资金，用于支持阿红和小雪的事业发展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台湾和大陆的婚恋文化确实存在差异，但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阻碍真爱的借口。重要的是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，让两种文化在爱的基础上和谐共存。大家别被台湾人穷大陆只认钱这类刻板印象所误导，台湾社会很发达，只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大陆有所不同。台湾人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幸福，而不是盲目追求物质财富。大陆传统中的彩礼文化，也不仅仅是对金钱的索取，更多的是一种传统习俗和家族荣誉的体现。真正的爱情应该能够跨越地域的界限、文化的差异，找到适合双方的相处之道。就像阿红和小雪一样，他们用智慧和真诚化解了婚姻中的金钱矛盾，收获了两个家庭的理解和祝福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婚姻不是买卖，而是两个家庭的融合。彩礼不是天价，而是心意的体现。希望每一对有情人都能成为眷属，每一段姻缘都能修得正果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